2023年5月，日本民调机构言论 NPO 做了一个特别日本式的调查，那就是做了一个你是否讨厌中国的街头统计。按照这个结果，日本有 92% 的人对华持负面态度。为此，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中国媒体采访中是这么说的：中国人必须好好反省造成当前中日关系不友好的原因，并寻找实现关系扭转的方法。被日本骂怎么不找自己问题？你被驻地美军强奸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你被越南修地铁不给尾款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你修广场协议把自己搞得经济衰退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为什么就你2000日元一斤米呢？为什么就你恩格尔系数 28%， 人均肉消费量还比中国低了20公斤呢？为什么京都连个地铁都修不好？全部找自己问题好不好？为什么大久保公园的援交妹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妈的你的前首相能被人一枪打得倒地就睡呢？找下自己问题好不好？什么都找自己问题，找自己问题，什么都找自己问题，被日本骂也要找自己问题。仔细一看，这个神奇的脑回路，我们可以往上追溯一下万世一系的天皇。现在那个皇位继承人悠仁亲王，这位在筑波大学附属高中1年级的总1000分的考试中斩获高达20分，其中数学0分，物理0分，化学2分，英语6分，语文6分。为什么这几个没拿0分呢？因为有选择题，你怎么写你总能拿几分嘛。好了，我骂完了，冷静的说，日本人的这种都怪你的臭毛病，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这种所有责任都在中国的思路，一直是日本人的老传统，甚至可以说是立国之本了。观众朋友们好啊，大家好久不见，我是世界见闻录的柿子。如果把日本近年来的有关于对华负面新闻标题做个如下图所示的合集，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日本从喝不起咖啡，吃不起鱼，吃不起牛肉，吃不起胡椒，买不起可可，吃不起大米，住不起酒店，通货膨胀，甚至一直到死后烧不起都能赖到东大头上，真可谓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一副都是你的错的态度。你仔细去数，会发现这种发电行为其实已经持续100多年，属于让中国人都脱敏的抽象行为。为什么日本会把这种无聊的发电当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我们在充电脑的节目中曾经详细叙述过在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对中国的胜利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是日本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让东亚地区数千年的中央帝国权柄崩塌。从此之后，朝贡国把对中国蹬鼻子上脸视作民族精神的具现之一既然日本可以，凭什么我不可以呢？挑衅了中国，就能让他们感受到一股挑战巨龙的极度快感，其狂热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殖民他们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仇恨，而这股情绪又被西方国家视作搅乱东亚秩序的搅屎棍，不停的用来破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呢，神是不能流血的。这点上，俄罗斯也是这个上面有大问题，没有速推乌克兰成功，直接让芬兰也加入了北约，反而让自己的当面防区的压力扩大了，潜在的敌人又多了一个。所以美帝在这一点上确实挺聪明，不管胡塞小个子怎么挑衅我都当不知道。从这一点上看，日本带给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祸乱不是一般的大，直接将数千年的稳固地缘状态彻底解构成了黑暗森林状态，而想要重新建立新的稳固的平等的秩序，恐怕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说百年易逝，日本给东亚的罪孽难消，还真不纯是气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客观事实。但是对日本来说，他们对于自己的父辈祖辈干过什么事心里有数的，这种情绪也有害怕报复的因素在内。虽然这种恐惧的表达方式很蠢，比如日本以前最喜欢说中国是靠日本 ODA 资金发展起来的，然后还有中国偷了日本技术，然后现在恩将仇报敌视日本，以及现在每到918、77、815的日子，一定会出现各种身穿日本和服的善良少女被狂暴的中国民族主义流氓野蛮殴打这种流水线新闻等。这种行为你看着很可笑，但你要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就十分合理了。因为日本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中国掌握核武器后，整个国家对华心态就一直十分拧巴。一方面极度害怕中国算旧账，而且现在已经有日本本国人意识到，中国人没有收日本的战败赔款，是不是意味着这笔账咱们还没有完？另一方面是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之后，已经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中国的日本，一直试图让中国不再记住这笔账，但日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道歉或者反省的，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意味着日本的民族精神彻底瓦解。所以在这个极端拧巴的情况下，日本就形成了一股看上去极其精分的状态。一方面全社会在思想上和情绪上的总反华，一方面在经济上，日本又是整个亚洲某种意义上最亲华的国家没有之一，因为日本是全世界极少有能在中国国庆日把欢度国庆摆出来迎接中国人的国家，也极少有能直接在商品里直接用某付宝或某信支付的国家，更别提日本还有亚洲最大的唐人街横滨中华街。而且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24年版通商白皮书中的数据，日本有高达1406个品类的超一半进口额来自中国，这一数字是美国的2.5倍之多。而笔记本电脑、空调、洗衣机、电饭煲等这些必备的家用电器，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金额占总进口额的90%以上，更别提锗、镓、稀土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了。